很多网友都在说，我呸你的坟墓绝对是复仇片里最爽的一个，因为在这部片里没有任何仁慈，只有100%的复仇，包你看完之后会大喊一声啊，爽啊！好嘛，既然这部电影的好评这么多，那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这部我唾弃你的坟墓。故事开始，年轻貌美的女作家嘎达姐为了寻找灵感，孤身一人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山林中。优美的环境再加上方圆10里还没有人，嘎达姐也是彻底放飞了自我呀。那家伙一天比一天穿得凉快啊！殊不知这一幕碰巧被4个渣子看到了，并且还用摄像机录了下来。他们一脸猥琐，下意识的就开了黄腔，甚至渣子们还认为嘎达姐之所以穿得这么性感，就是为了想拥有一个入室抢劫般的爱情啊！好吗？那我们就满足他。紧接着4个渣子就开始盘算着怎么满足嘎达姐的愿望。很快到了晚上，入室抢劫般的爱情它来了。起初啊，天真的嘎达姐还以为这4个渣子是为钱而来，于是便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准备破财消灾。但嘎达姐怎么也想不到啊，这4个渣子大老远跑过来，完全就是因为馋自己的身子呀。果然下一秒有点上头。紧接着渣子们就开始轮番羞辱嘎达姐。第一个上手的就是平头哥，只见平头哥拿出手枪强行塞进了嘎达姐的嘴里，一旁的胖子还用摄像机将这不雅的一幕记录了下来。随后大背头似乎也找到了灵感，他有样学样，模仿着平头哥将酒瓶强行塞进嘎达姐的嘴里。只见嘎达姐一把夺过酒瓶砸向大背头的膝盖，随后掏出辣椒水喷向胖子的眼睛，然后迅速开门逃跑。惊恐的嘎达姐一路狂奔，很快就遇到了2名猎人，其中1名还是个警察。嘎达姐一看苍天有眼呐，终于得救了呀！随后就把刚才自己的遭遇通通告诉了警察。殊不知这个看似接地气的警察可是和那群渣子一伙的呀！警察听完嘎达姐的描述，当即就带着嘎达姐又回到了事发地。进屋后的警察拿着猎枪开始在房间里装模作样的搜查起来。不料一番敷衍的搜查过后，警察并没有看到嘎达姐说的那几个男人，反而是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违禁品。可不管嘎达姐怎么解释，警察就是一口咬定这是嘎达姐的，随后还要求嘎达姐接受搜身检查。虽然嘎达姐很不情愿，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只好乖乖接受搜身。然而警察竟然趁机揩油啊，将女人全身搜了个遍。紧接着那4个渣子再次闯进房间内，看着无动于衷的警察，嘎达姐这才意识到这警察也不是个好人呐。与此同时，警察也不装了，伙同4个渣子再次对嘎达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。一旁的胖子依然是用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了下来。很快嘎达姐就被折磨得体无完肤。等这群人完事以后，嘎达姐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脸绝望地走在丛林中。殊不知这群人并没有打算放过嘎达姐。果然嘎达姐还没走多远呢，就被这群人再次拦住。嘎达姐整个人都麻了呀！此时刚被折磨完的她早已没了反抗的力气，只能任凭这群人一个接一个随意的轮番凌辱。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嘎达姐因为体力不支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后的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再次从地上爬起来，面无表情生无可恋的来到了一座小桥上。而此时那群男人则是一脸淫笑的跟在她的身后。这时警察突然拿出猎枪，刚要准备杀人灭口，不料此时的嘎达姐却伸开双臂往后一仰，直接跳进了小河里。不要担心啊，嘎达姐并不是跳河自尽，而是逃跑。因为此时的嘎达姐对这群男人可谓是恨之入骨啊！至此，一场爽到爆的复仇之路彻底开始了。如果复仇只图一个爽，那这场复仇绝对是爽到爆啊！只见美女面对刚刚玷污自己的2个男人，那可谓是毫不手软呐，对准脑瓜子上就是一棒子，2人当即就昏了过去。等大背头从昏迷中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早就被绑了起来，而且还用2根木板作为支撑，把他架在了一个浴缸上。这个姿势简直让大背头痛不欲生啊！关键是一旁的水管还在不停的往浴缸里加水，那家伙又臭又脏啊！随着浴缸里的水越来越多，大背头求饶的声音也越来越大。然并卵呢，谁让他刚才凌辱了嘎达姐呢？这就叫罪有应得。很快嘎达姐就淡定的走向大背头，怎么样啊小老弟，这滋味是不是很舒服呀？紧接着嘎达姐就对着大背头咣咣咣就是几棒。大背头不行了，哎呀他害怕了，认怂了，不停的跟嘎达姐说 sorry 呀，还求嘎达姐放他一马。殊不知嘎达姐却悄悄告诉大背头，我不是放马的宝。说完就一把薅住大背头的头发，直接将他头摁进了水里。眼看喘不上来气了，嘎达姐再把他的头提上来，还不等大背头缓过来，又再一次摁了下去。
得劲儿。然而嘎达姐一想到自己刚才的遭遇，她就气得不行了。她觉得这样还不过瘾，随后拿来了一桶硫酸粉，全部倒进浴池中，瞬间一缸污水摇身一变成了一缸硫酸了。紧接着又把支撑大背头身体的2根木棍抽走了一根，这下只剩1根木棍支撑上半身的大背头更慌了，这要是坚持不下去，自己这张帅脸可就不保了呀。结果还没过几分钟呢，大背头就一头扎进了硫酸里，皮肤剧烈的灼烧感迫使他强行再次挺直身子。不料这次大背头还没坚持半分钟，就再次一头扎进了硫酸里。就这样一直周而复始，直到最后大背头的体力消耗殆尽，一头扎进去再也没了反应，当场就领了盒饭了。接下来就是另一个被夹断腿的胖子。和大背头不同的是，胖子被嘎达姐绑在了树上，而嘎达姐这次玩的更花哨，她先是打开录像机，将镜头对准胖子，然后就在麻袋里拿出2个鱼钩，嘎吱一下就挂在了胖子的眼皮上，疼的胖子是嗷嗷直叫啊！还不等胖子叫完呢，另一只眼皮上也被挂上了鱼钩。随后嘎达姐又将鱼线绑在了树后的钉子上，这样一来，胖子的眼睛就永远都无法闭上。紧接着重点来了，嘎达姐又拿出一条死鱼，抛开鱼肚皮，掏出内脏，将其均匀的抹在胖子的眼睛上。此时的胖子虽然一头雾水，但他知道准没好事啊！胖子不断求饶，祈求嘎达姐放他一马，但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只能说他呀真活该呀！谁让他刚才也拎了嘎达姐呢？很快嘎达姐走后没多久，浓烈的鱼腥味就引来了乌鸦。只见乌鸦越聚越多，他们站在胖子脸上不停地啃食。就这样，胖子在一声声惨叫中被这群乌鸦一口一口给活生生的给啄死了。然而此时的嘎达姐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，因为还有3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同时也正因如此，嘎达姐准备将花样复仇玩出新的高度。这个男人可太有眼福了，一大早就看到了美女。就当男人感叹老天开眼时，下一秒当男人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扒光了绑起来了，而且姿势也是相当别致啊。很快打晕他的美女缓缓向他走来，随后就贴着男人闻了一圈。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，美女可不是个变态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报复之前玷污自己身子的男人，而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其中之一。只见美女先是拿出老虎钳，将男人的牙齿一颗接一颗的拔了下来。虽然男人疼得嗷嗷直叫，但他就是不服啊，嘴里还不断的羞辱着美女。然而美女并不在意，反而掏出了手枪，像是之前男人对待自己一样，将手枪强行插进了男人嘴里。即便是这样，男人连半句求饶的话都没说。殊不知男人越是逞能装坚强，那他最后就会死得越惨。只见美女上下打量着眼前的男人，邪魅一笑，嘿嘿，浑身上下也就是个嘴硬啊。随后美女竟从身上掏出来一把大剪刀。男人被吓得瞬间整个人都愣了，然后还不等男人反应过来，只听咔嚓一声，瞬间男人就被疼得嗷嗷直叫，当场就血流不止。在男人一声声的嚎叫中，嘎达姐并没有产生丝毫的怜悯之心，因为她认为像这种社会里的渣子死有余辜，死不足惜。很快男人因为失血过多，当场喜提盒饭一份，接下来就只剩最后2个了。虽然其中一个是名警察，但聪明的嘎达姐假冒警察女儿的老师，以家访的名义来到了警察的家里，并且还给警察打去电话。警察一听，瞬间就感觉大事不妙啊，当即就火速往家赶呐。不料当他赶到家时，他妻子却告诉他，嘎达姐带着女儿去公园了。此时警察来不及多想，直接油门踩到底就往公园赶。然而等警察到地方一看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就当警察绝望的回到车上以后，突然被藏在车上的嘎达姐一棍子敲晕。当警察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被嘎达姐绑了起来，趴在桌子上。与此同时，一杆猎枪还顶在了警察的屁股上。此时的嘎达姐见警察醒来，缓缓地站在他的身后。然而警察却和上个男人一样，都是嘴硬啊。可嘎达姐就是专治嘴硬，上去就把猎枪塞进了警察的身体里。在嘎达姐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下，警察吃不消了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他开始求饶了。然而嘎达姐可不是什么圣母啊，他才不相信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此时的嘎达姐只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以牙还牙，以暴制暴，让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悔不当初啊！随后不管警察怎么求饶，嘎达姐只是自顾自的忙活。只见她将一根细麻绳拴在了一个同样侵害了自己的男人手上，而绳子的另一端则是系在了顶住警察的猎枪扳机上。Please, I'm begging you. I'm a God-fearing person. I got a baby coming, please. Sorry, Sheriff. It was fun while it lasted. 好嘛，事儿办完了，知道错了，完了。随后不管警察再怎么求饶，嘎达姐都没有再去理会，而是冷漠的走出房间，坐在屋外的树枝上，静静的等待那声枪响。与此同时，警察大声的求饶，不仅没能唤醒嘎达姐，反而吵醒了昏迷中的男人。然而男人并没有察觉到手上系着的绳子，只见他一个起身，紧接着砰的一声，子弹不仅穿过警察的身体，顺带着男人也是当场领了盒饭。听到枪声后，嘎达姐知道自己的复仇成功了，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微笑。影片到此结束。我推你的坟墓是上映于2010年的电影，虽然这种题材的电影主打的就是一个爽字，但这部电影更是把爽展现的淋漓尽致啊！看到阿松哥也是当场就是拍案叫绝啊！Goodbye everyone。